俗话说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啊，但是呢，过度的小心呢，有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健康啊，甚至给我们的寿命啊带来影响。那什么叫做过度小心呢？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其实过度小心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我们说的强迫症，也就是说，他对一件事情的强迫的思维和行为呢，已经影响了他的健康和他的社会功能，甚至呢影响到他的寿命。因为有一项来自瑞典的研究呢，证明了这一点。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强迫症。这个强迫症啊，它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叫做强迫的思维，英文叫 obsession。那么这个强迫思维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你没办法控制的一种插入性的思维反复出现这种思维的出现呢，通常呢让你产生极大的焦虑和担心甚至恐惧。简单的说，你忘记锁门了，你忘记关火了。这种插入性的思维也可以是一个想法，也可以是个图像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案例这个小孩呢，他经常有一些插入性的一种图像这个图像呢里面有他的家人被伤害的情景，可想而知呢，这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焦虑和紧张。通常伴随着焦虑的情绪和插入的思维，就是人们的一个行为反应，叫做强迫行为你要担心没有关火，你就会反复的去查看炉灶；你如果担心没有锁门，你就会反复检查门有的人呢要数数，有的人要洗手等等这就是我们说的强迫性的行为，叫 compulsion。 所以呢加在一起呢叫做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叫 OCD。 那么瑞典的研究呢就分析了 OCD 的人和没有 OCD 的人，以及 OCD 的人和他家里没有 OCD 的兄弟姐妹相比，他们在疾病和死亡风险上有什么区别。然后他们发现这个有 OCD 的人比没有 OCD 的人，比没有 OCD 的兄弟姐妹，他的死亡风险要增加86%。这里面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自然原因各种各样的疾病，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发现这个 OCD 的人得癌症的死亡的比较少，但是呢他们一些非自然死亡，比如说自杀，这种风险呢要比没有 OCD 的人要高。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点强迫性的思维和强迫性的行为的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是强迫症。很多人呢他只能算是一种强迫性格，不管他是性格还是强迫症，它背后都是有一些生物化学的原因。比如说他们常常呢是血清素功能、多巴胺功能和谷氨酸的功能呢有缺陷，造成大脑的神经递质的功能不健全。我们在做定量脑电图分析的时候，经常发现这类病人的前额叶、纹状体和杏仁体呢常常也有一些功能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活动的异常。同时呢它左右大脑半球也不平衡，有些特殊的区域这个西塔波和贝塔波呢过高。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通过定量脑电图来分析。它为什么会有生化方面的问题呢？常常跟我们讲的甲基化的平衡有关系，因为甲基化影响了一些运输神经递质的载体的功能。比如说甲基化不足的人，他就有完美主义倾向，有强迫症的倾向。我们通过检测是可以判断的，同时呢可以通过药物和营养素呢进行治疗。在这里希望大家提高对强迫症的认识，因为呢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和行为方面的问题，它同时呢还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增加了各种各样疾病的风险因素，影响寿命。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